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特利迦奥特曼的变身器胜利神光棒，那本次呢，我们就一起来玩玩特利迦的武器圆环之臂吧。那不得不说的是，可能去年的泽塔奥特曼因为表现太过于优异的关系，导致我期待值被拉高啊，所以看了几集今年的特利迦之后呢，我确实觉得剧情方面是比较迷，一言难尽哈，不知道后面表现会不会好起来。当然，跟这个两极分化的剧情相比呢，这次特利迦新出的玩具啊，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做的还挺不错的。比如说今天要介绍的这款圆环之臂呢，它是拥有3种形态的变换，可玩性方面呢，绝对是有保障的。OK， 那么它的素质到底如何呢？话不多说，打开包装盒，我们一起来看看本体的表现吧。首先在尺寸方面呢，我们跟胜利神光棒对比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次的圆环之臂它的尺寸呢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个环的大小呢，你看我一个成年人的手伸进去握住它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我觉得还挺好的。不过上面的这个剑刃就比较短了，像是一把小匕首是吧？那么紫色部分呢，采用了半透明的软胶零件啊，但是这个我感觉戳起来也会有点疼。同时呢，它的涂装部分可以看到这边宝石啊什么的啊，这个都是有金属色涂装的，而且呢，在这个剑刃上面的金色部分啊，还采用到了电镀零件啊，背面就没有颜色了啊。这个电镀呢还是挺好看的，不过平时要注意保存。那么其他部分呢，红色这个地方就是金属成型色零件，所以水纹会比较明显。然后白色部分呢，值得一提的是，它这次是在注塑的时候，应该是加入了一些像是紫色的染料吧。我觉得这里的设计呢，应该是为了致敬神光棒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图案，所以说它就做出了这个样子。那么我估计每个人拿到手上的这个纹理啊，应该都是不一样的。那我这个呢，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吧，反正整体拿到手呢是会有一点点那种大理石的感觉的哈。那么电池仓呢是设计在了手柄的后半部分，值得一提的是，拿到手的时候呢，电池就已经装好了，拔掉绝缘片就可以愉快的把玩了。那这个地方呢是用来插超越密钥的，但是这里可以注意到，跟变声器相比呢，它其实是并没有识别的触点的，所以说圆环之臂本身呢应该是不能对密钥的身份进行一个识别的。然后在这里呢有一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呢，应该就是把那个密钥解锁的一个机关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在这个键模式下呢，这边有一个按钮。在键模式下，它的挥击音效呢是只有2种，然后变形的话呢，就是按下后面的这个按钮，这边就被解锁了，然后你给它动到一定的程度，就变成了这个 Power Claw 的状态了。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呢，听一下它的这个音效。这个音效也是2种，然后再继续往下按下这个按钮，就变成了这个天空之剑的样子啊。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注意到它这个尺寸还蛮大的挺长的。然后听一下这个状态下的攻击音效。反正都是2种。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变回剑模式。这个时候剑模式了。在剧中，圆环之臂呢是特利迦3个形态都可以使用的武器，所以说如果你想听到完整音效的话呢，还需要另购特利迦的复合、强力和空中形态的钥匙。那么复合跟强力形态呢，我们之前节目里面给大家介绍过，但是空中形态呢，我们却没有介绍过，所以说本次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空中型它的音效玩法表现是什么样的。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复合形态的密钥搭配上圆环之臂的把玩音效是什么样的吧。好，这个必杀音效呢就是这样。那这个必杀音效其实也就只有一种啊。OK， 那么继续第二种形态。好，第三种。那看到这里呢，相信聪明的你肯定会问，如果我要在它这个剑模式下插入不属于这个模式专用的钥匙，比如说我插入强力型的，会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剧中没有这样的玩法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那你可以注意到，因为音效呢是由武器本体和钥匙呢两个共同发出来的，所以说其实这样子也是可以玩的，只不过它由钥匙发出来的音效呢会有一些不同罢了。那正好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迪迦复合形态的钥匙搭配圆环之臂是一个什么样的音效。然后我们在这个模式下呢，看一下之前这个55周年的密钥放进去是什么样子的。那到这里呢，这款圆环之臂就给大家介绍的差不多了。其实你可以后续买更多的超越密钥来扩充它的可玩性啊。毕竟呢，这款产品它有3种不同的变形方式，而且呢，什么密钥都能插嘛，所以说玩点方面呢是有所保证的。只不过我觉得这款产品它只有音效，没有光效。如果说正面的这个蓝宝石能够在玩的时候呢发光的话，搭配声光效果，整体玩起来一定会更带感，对吧？那么总之呢，这款产品我觉得如果你之前买了胜利神光棒，而且有很多其他奥特曼的超越密钥的话，那么是可以买的。但如果你没有胜利神光棒的话，你买这个玩意儿回来单体把玩其实没有什么意思，是吧？所以说大家自己考虑吧。OK，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喜欢视频多多给我们投币3连点赞支持一波，同时呢别忘了关注和订阅我们的水明的。那么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